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桌边第一位，康社社立法委员林俊宪。各位观众，新年恭喜，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敏凤。大家好，新年恭喜，马上有钱。前民进党中委员张一山。五哥好，祝福大家都戴爱马仕，台湾能买海马仕。哦 ，OK， 好，这跟时事非常的贴切。来，右手边为你邀请到立法委员岳元之。大家好，祝大家一马当先，马年行大运。来，接下来为你邀请到立法院荣誉顾问三股哥陈柏惟。大家好，大年初三 ，Thank you very much。好 ，much OK。来，那时事评论员黄仁洲老师。大家好，祝大家神马都好，马在而归。OK， 马年嘛，大家都会说吉祥话，而且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观众朋友看到好久不见的大和解咖啡，好不好？那个来，也是跟叶元之终于同台了，对啊，对不对？你们俩多久没同台了？我们两个哦，从大罢免以前吧。没有到1年了，快1年了。去年2、3月，你们去看朱立伦什么时候提我的？大概对，为什么两个人这么久不见面？中间到底有什么？那刚好没遇到啦，就是绝对不会是刚好没遇到。不，当事人倒是还好，就是他老板骂我，然后我就暂时。他老板骂你什么？也没有骂啦，他就是说，如果叶元之不认真，什么话哥你自己讲。没有啦，他就是说，他不是骂你啦，他是叫我反罢免，要再多努力啦。他如果被罢免以后。对，罢免以后可能就是跟陈柏惟一样，但那是一个很私下的场合的。那怎么会被媒体写出来？我不知道，外面就把它写出来，然后陈柏惟看到之后就俩拱了。我觉得3个人俩拱，我觉得你有点小题大做。不是，人家拿一把刀刺向你，你没有刺你，我不挡，我还帮他把它插深一点啊。那个我当然要回啊，那个不是针对你，那个只是那是针对你每天滑新闻看到有叶元之3个字就急着下去留言，我跟你做一样的事情，不要紧张。好，那今天大过年的，大家看到在这个地方开始喝大和解咖啡，但国内政坛那一样会喝得到大和解咖啡吗？光不讲说蓝绿之间，那从去年一整年你看到在立法院到现在，那就光就蓝白两个阵营来讲的话，当年前柯文哲讲了一个。对，那蓝营不要太高估自己的实力，甚或开始讲说他跟柯建铭的时候，那就讲到那个法案啊，有没有人工生殖法，是不是可以换所有这些？那时候大家突然蹦的一个讲，那蓝白呢，在今年2026蓝白合能够这么合作无间吗？一战是那柯文哲，而且他是自己讲的哦，是，所以今年你可以想象出来，今年一整年会影响到国内政坛的蓝白合不合？没错，然后包括美台之间的关系，因为包括关税啦，包括军购。好，那接下来就是两岸之间的关系，大概是今年一整个主轴就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这样先讲，柯文哲为什么要自曝这样的一些事情，要告诉你说，他跟老柯那时候谈的时候，拿一个换两个，结果就民进党不要，那林俊宪就要乱，他就讲他没讲林俊宪，他说民进党就要乱。过年要说好话哈，大和解咖啡啊，什么人都可以喝啊，不要跟柯文哲喝。为什么？为什么呢？第一个脸色会不好看啊，你看啊。这个是绿白的大和解咖啡啊，北门会吗？2020年啊，这个市长选完的时候，北门会，蔡英文跟柯文哲在北门嘛，因为北门毕竟是当初绿白合的时候的政绩嘛，在包含在台北车站的改造计划，对其中最重要就是北门嘛，拆那个人行那个车行的高架桥嘛，让北门重现，所以这是等于是中央跟地方配合的一个好的政绩。那2020年呢，柯文哲你也当选连任了，但是呢，因为柯文哲把所有的责任都说你们要把战犯抓出来就讲蔡英文的战犯你的战犯当年应该讲陈菊吧，觉得说蔡英文你没有挺我所以当初害我惊险略过嘛，那时候姚文智，那所以他在只赢丁守中1000多票，如果没有排队可能还会落选所以他在那时候对蔡英文当然是意见非常多，但是因为这个所谓地方建设，总统跟这个市长合体来坐在北门里面去看整个的台北车站的未来的发展计划，那蔡英文其实是还对柯文哲非常的礼貌也非常的希望能够听取他的意见嘛，毕竟他是总统，他是地方首长嘛。你看柯文哲这个脸这张脸就是绿白压倒绿白合作的最后一根稻草，而没有所有的支持者气得要死这是我们算出来的总统柯文哲你嘛是我们听出来了你对一个总统这种面色。这种脸色当然是不好看不好看的时候，当然支持者未来如果要绿白合作，当然支持者的意见就非常多嘛。是我记得这件事情是不是中间还有推一个纸条？对，说什么那个记者都在看，还是都在拍？对，柯文哲还很故意继续摆出这样的表情来，整场就是这样的表情所以柯文哲跟
柯文哲见过面了，没什么好处啦，就不用说2023年蓝白合，人家只是臭脸，蓝白合是直接在那个饭店里面那个桌子里面，林涛跟陈志涵直接吵起来，然后柯文哲侯友宜直接把柯文哲的手机那东西讲出来，为什么要讲出来？这是柯文哲的坏习惯，柯文哲的习惯啊。就是如果你不把他跟你讲的话完全记录起来、录音起来的话，他出去宅供哎啦。所以他跟老柯密室讲的那15分钟，我觉得啦，因为密谈嘛，密谈里面一定会说啊，你到底想要什么，我要什么嘛。那我要什么？柯总召一定很清楚的讲啊，我们要那个国防条例赶快过关复委嘛，总预算赶快复委嘛。啊，这个东西都不是他柯建铭自己的事情，但是柯文哲竟然拿他自己的事情出来交换。你觉得人工生殖法是他自己的事情？因为他跟所谓的这个陈昭姿之间有所谓的2年条款的问题嘛，他必须摆平党内对于说，为什么有些人2年有些人像陈昭姿就可以因为法案没过可以做4年，那我的法案也不要过，大家法案都不要过那就大家都可以做4年了。为什么其他人都得2年条款，2年就下来6个立委就卸任嘛？那为什么陈昭姿可以做4年？所以他必须解决党内的问题，他才希望说陈昭姿的这个人工生殖法其实是代理育母的法案啦。我比较想讲代理育母法案，是因为人工生殖法里面的各个版本不同代理育母是最有争议的，就是用别人女人的子宫给其他人来生孩子嘛。这个东西社会上面、价值上面、道德上面、宗教上面，很多团体都有意见。如果可以过，陈金威也跟陈昭姿一起同样提同样的版本啦。为什么国民党蓝白合什么法案都可以过？为什么国民党内部也过不了？因为国民党内部反对的人也很多嘛，而这些反对的人都不是为了个人自己的事情，而是为了说真的有很多的包含妇女团体、宗教团体都反对，所以他们不希望能够因为这个还没有社会的争议那么大的情况下，不希望通过这样的法案。所以国民党也一样，民进党也一样嘛。但是柯文哲不一样啊。柯文哲只要来解决我跟陈昭姿之间的协议问题，我什么都可以换给你。这个就是柯文哲他自己认为他自己是宇宙的中心啊，所有人都要听他的嘛。然后过不了，然后还骂民进党，说你看民进党很自私，自私哦，你看我都要诚意的跟他们交换，然后就是民进党要让台湾乱，所以是民进党不要让军购条例过关，不要让那个，重点是这种东西就不能换嘛。社会没有公示的法案怎么可以拿来跟所谓的总预算跟军购案来换？而柯文哲要换的难道是人工生殖法案吗？也不是，他是把人工生殖法案、军购案跟所谓的总预算案全部包在一起来换什么？换他跟陈昭姿之间的协议嘛，换他在党内里面可以解决党内争议的问题嘛。所以柯文哲的自私啊，所以尽量的我想民进党跟国民党大概都有跟柯文哲交手的经验啊，所以这种交手的经验都是很坏的经验的时候，柯文哲未来在过完年后3月的司法官司出来，他在党内或者是在蓝白之间，还是不是像以前那样子游刃有余？我觉得要打一个大问号。三个跟柯文哲之间，在那个时候的过程当中，就他跟绿营还比较交好的时候，那时候有来往过嘛，跟柯文哲。而现在看起来，因为连在年前的时候，那一般来讲，大家觉得比较亲蓝的一个平面媒体，甚或直接用政坛的浮士德，大家知道浮士德就跟魔鬼交换灵魂的那一块，那为什么连偏蓝营的平面媒体会直接用这么重的字这样柯文哲？不，我倒不觉得浮士德对柯文哲的受众有什么负面的影响，但他们要讲的事情只是柯建铭是魔鬼啦。如果是从蓝营的角度来讲嘛，柯文哲刚好在不蓝不绿的那一段时间是我在从政的那段时间，因为我18年参选议员嘛，那个时候高雄是韩国瑜正崛起啊。柯文哲说不要看他那个样子，他其实这17年读很多书。我就站在韩国瑜，我就在那个韩国瑜气氛的当下，看着柯文哲讲那句话，想说你是哪里撞到吗？因为很夸张嘛，因为大家这几年听得到那种所谓的政治强人在选举上开支票最夸张的。台湾这几年应该还是韩国瑜，对啊，那迪士尼嘛，漫威嘛，赛马场嘛，然后太平岛吗？旗津开赌场，太平岛挖石油嘛，爱情摩天轮。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对柯文哲是本来就南北不同城市，大概就是知道这边有个政治明星啊，但是他讲这句话，我就知道原来政治人物啊讲的可以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发，但就那个不是为我们讲的话嘛。你如果为高雄好的话，你怎么会去讲说韩国瑜什么17年
他的意思就是韩国也还不错哦，你们要给他一点时间这样子。那柯文哲在整个大罢免期间，人是在收押的嘛？对，他唯一一个反罢免的人是陈柏惟他曾经在我罢免案的时候出来讲说，不是我反对台湾社会制造对立的罢免案哦。那我跟陈柏惟私底下聊过，他还是一个很热心的年轻人，他有理想有热情。他这样讲赞美你。他有这样子讲嘛，所以我是唯一一个被他反罢免帮忙辅选反罢免的，所以他的反罢免成绩应该是1/1，就是全部失败。这一场去年那一场其实跟你没什么关系，因为你根本不在外面。哪有跟他没关系？他说国民党不要高估自己，是因为他说那32-0，是因为有很多人是为了要救他，所以才出来投票，要不然岳元之的票数这么接近，那可能元之就是他救的。如果在他的想法。他作为一个道具，可能有发挥他的作用，但是在那个过程，他就人在里面嘛。那因为刚刚主持人是问我说我跟他的互动，我跟他的互动过程，我觉得他是一个蛮利己主义者啦，就有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在跟他对话的时候，他其实会绕。那但他有个特色，他跟黄国昌一样都有一个特色，你要说这个叫做审慎度实，就是会审时度势啊，好听一点是这样子讲哈，然后会观看气氛，难听一点这个就叫四处钻营嘛，然后没有中心思想。难听一点这个就叫四处钻营嘛，然后没有中心思想。为什么这样讲？你问他，你支持同性恋吗？同婚吗？然后他就澄清了，是啊，我台北市政府是第一个提出释宪案的，你知道吗？我怎么可能不支持？他没有说他支持。那再进一步问他说，所以你投反对吗？他说不是啊，我有那个雅量，就算我投反对，那我有那个雅量接受大家在这举办公投嘛，对不对？然后他也没有说他反对，然后最后他又说他没有投票，最后他又说他进去。所以他是会跟随着对方的语义去绕的，但是呢，他的7382出现在哪里？就是当对方跟他已经完全没有利益的时候，他会把对方就是毫无底线的压到底，阿勒对，像苏立琼，任何人只要苏立琼离开了或者是其他人离开了，他就把他批评的一文不值。但他在的时候，他就会这样子跟你绕，他会顺着你的话讲你想听的话。所以。我认为柯文哲他也觉得这个是他自己的优势啊那面对柯建铭这一场，他可能跟柯建铭当面的时候，他讲话是可以柔情似水的，但他跳出来之后就这个就无欲则刚了嘛。因为我在这边很明显，民进党没有跟我合作，那我就出来讲啊，你知道吗？我讲一个国家机密，我拿那个代孕法案跟军购案，对我来讲啊。你如果我们在他的话语里面分析的话，很容易，我们说这个叫 vibe。很容易被他氛围、被他的那个气氛带进去，就是随着他的话讲，他每一句话讲的都是对的。你把他每一句话扣得下来都是对的，你把它连起来是没有逻辑的。所以当他在讲这一些话的时候，我跟他换代孕，他不理我，那你退后一步看嘛，那你跟国民党换了什么？你现在是你本来跟蓝白合作1年多你现在跑出来问民进党嘛？那你跟国民党有没有交换？你跟国民党有没有谈这件事？因为跑去跟傅文琪讲说。我跟你讲，我代孕法案跟你交换一个什么东西？傅文琪说，我又不差你，我又不差你几票，我不需要你，他走了。所以你有没有跟国民党谈交换了什么？因为过去都是跟国民党可以合作的所以柯文哲我认为他出来之后这段时间叫重整旗鼓了，那一定要先清点兵点将嘛，先看看说，这个是听我的还听国昌的这个是听我的还国昌的这其中我们看到他好像正在收复失土嘛，其实他也有失去一些那一些4年前可能帮他选立委的帮他选立委，帮他选这个打地盘、选总统的这一些基层，包含我们知道李友仪这2天又有前几个礼拜又有一个什么细致的，那一些是我们归类所谓科派的嘛，那都被昌派的排挤掉，所以有得有失的情况下，我想柯文哲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其实是巩固他党主席，地下党主席的角色，他回到这个舞台，他才能够继续的运作。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没有特别转向，他一直都是这个个性，就是他只要打你会掉东西，他就会一直打你，他就会有力无力的打你，他也不能把你打死，因为打死了就没东西了。但如果他打你不会掉东西，他就一刀把你捅死，就像他现在对民进党一样。那其实为什么黄国昌去叫柯文哲大哥？逻辑很简单，因为在蓝绿之间专营的本事，柯文哲比黄国昌还要强。OK。
元之，你认为你能够过关，是因为柯文哲这个因素会扮演非常重要的关键吗？可是这段话说出来，当他打了蒋万安，当他骂了国民党这些，一定有蓝营的一些支持者心里面会不舒服，因为像那个庄小平就讲说，自从柯文哲讲那以后，哦，他在地方走起来就舒服多了，就蓝营的人就不会再记得他当初有没有去告发案子啊这些。可是这件事情，柯文哲的个性会影响到未来这一整年蓝白合的一个氛围吗？我第一个那时候我的罢免的时候，我也有很公开的感谢小草的帮忙，这确实是有了。那时候一开始都还在苦战的时候，有人提醒我，有人跟我讲说，有一群小草在哪个路口帮你反罢免，我听到我也是非常感动啊，因为那个不是我找，是自动自发的，那个应该是觉得说这个民进党搞这个罢免，大家都看不下去，所以主动自己站出来，然后后来也有很多小草就是帮我忙嘛，所以我也是后来罢免成功之后，反罢成功，我有公开感谢小草跟感谢民众党，那这个我觉得是确实啊。你会特别感谢柯文哲吗？虽然他那时候他在里面啊，没有特别讲到他了，但我觉得都跟他也是会有影响。反罢免的过程，我们感谢任何对我们有帮助的人啊，尤其是我的差距又那么小嘛，才大概差3000多票哈。这个部分，那时候柯文哲讲说，国民党不要太高估自己。其实你看，我们国民党没有人反对这句话，大部分都觉得说，对，我们知道啊，我们现在对不对？所以我们主张蓝白合啊，再也要团结啊，对，这个我们不否认啊。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你说柯文哲因为最近他有一些言论，譬如说他有去讲台北市政，然后说蒋万安的什么营养午餐，然后什么生生喝鲜奶，如何，是不是在什么骗票什么，然后这些话啊，你说支持者有没有一些担忧？也许我觉得有啦，因为我也有听别人。民意代表也有讲到，他们支持者也有讲到类似的状况，所以之前我们大家都想好了，就是2026蓝白合，2028蓝白合，会不会因为柯文哲讲这些话，然后就蓝白合就破局就升波？我觉得大家会有这个顾虑。那这个顾虑当然是来自于2023嘛，就2023那个时候本来已经都签好6点协议了，然后忽然间又没有。我那个时候。2023那时候6点协议签啊，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我很快就挂一看板上去啊。对啊，结果那个看板后来还去换成，对，就是挂了柯文哲跟侯友宜嘛。然后那时候因为要比民调，还不确定谁正谁负嘛，我就在2个人中间写正副总统候选人嘛，就是谁正谁负都 OK 嘛。然后我怎么知道那个签了之后，中间就开始好像要破局了，然后最后在君悦那时候就决裂了嘛，决裂之后。然后本来想说那个看板多挂几天也没关系嘛，对不对？然后结果没想到我那天我一回到服务处，我们支持者就我在服务处接到电话，我自己接起来，他说你跟叶元之讲啊，那个柯文哲赶快那个看板赶快拿下来，然后国民党的如果再看到柯文哲的话，我就不投。我说我还不敢跟他讲是我本人接的，我说好，我会跟他讲。然后后来就想说赶快去处理那看板嘛，然后后来就用画的嘛，画的赵康，大家还记得这一段嘛，对不对？那所以支持者其实，在2023那个时候君悦破局，我们的支持者是有情绪，那民众党支持者也是有情绪啊。我讲这段，我只要跟大家讲说，其实从那个时候大家有情绪到2024，就是立法院新的组成，其实蓝白合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并不是说。很理性的讲说蓝白合怎样，所以我们要讲不是，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原之，可是不管你们过程后来是越走越紧，那也不管说是不是因为，那当然你们会讲说是不是因为民进党执政之下把你们逼得在一起，但现在柯文哲这个变数会不会对你们造成很大的困扰？好，那就是说，我觉得还不至于的原因是在于说，因为它是一个过程，而且那个过程是竞选，比如就是。民众党主要的干部以及支持者，譬如说我们那时候罢免的时候，就是刚刚讲小草，他自动自发出来的嘛，就是支持者。那时候2023年柯文哲签下来6点协议的时候，其实柯文哲想和啊，因为他在里面他想和。那为什么破局？是因为周边的人对国民党不信任，他觉得国民党是不是会不公平，然后制度也不友善，所以还有就是小草也比较不认同。可是在这个过程底下，比如说像黄国昌，就是现在是主席。还有就是小草们，他们也比较跟国民党比较走得近一点，所以第一个，我觉得柯文哲讲的话也不至于说是他想破坏了白合，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直来直往嘛，有话直说嘛，然后而且他现在讲的也大部分是在于公共议题的讲法嘛，那本来就是这样，同一个党大家都会有不同意见，更何况是不同党，所以我觉得这个都还在就是合理的，就是并没有要破坏了白合的方向。那。除了柯文哲本人之外，其他的人，例如说像民众党支持者，以及就是民众党现在主要干部，像黄国昌主席或其他人，对于蓝白合也是
往这个趋势去走啊。 OK 所以我只是觉得这个方向应该是不会变的。建文对你们来看呢？因为当然第一个，当柯文哲直接报说跟老柯之间做那个的时候，民进党的人有没有人会觉得说，你看又来了，又被他搞了一次，要这样？你们会有这样一些想法吗？而这刚才如果照原之讲，当柯文哲讲那些话，骂蒋万安骂什么的，蓝营的政治人物，从立委这样，包括主席这，没有人讲话哦。萧旭腾还出来跟你讲，他讲的也是实话哦。这些不管他怎么讲，不会破坏未来的蓝白合吗？不会啦，只要他们合在一起的，还有利益，就不会分开。因为他们合在一起就主导一切，主导国会，所以过程之间你让柯文哲给你吃个豆腐啊，甚至羞辱你啊，你不让他吞下来啊。柯文哲刚讲那个什么话，他意思是说大罢免不是你们个别努力，好像叶元之也很努力啊。我看站街头啦，出来跟选民。拜托请托的，柯文哲说你们不要挂顾自己的实力。很多人去投反大罢免是为了把他救出来，那你要吞下来对不对？柯文哲讲什么你们都要吞啊。所以蓝白合会不会合？只要合在一起有利益，那就就一定会合了。只是柯文哲的个性就是这样了。他在这个过程，他讲什么搞什么，你们都要忍耐啊，要不然国民党敢不合吗？那另外一点就是，除非蓝白出现了利益冲突矛盾，那譬如比如县市长选举，你黄国昌真的敢新北市选到底吗？这个就真的考验国民党的耐性了，因为国民党比较大嘛。那柯文哲如果民众党真的跟在新北市这么重要的选区，那撕破脸，怕黄国昌选到底，我也认为不会，因为核对民众党也有利嘛，那确实他8席，他就是要照理讲他要忽蓝忽绿，他才能谋得最大利益。他现在这样讲，好像又给民进党说我是可以谈的啦。第一点我柯文哲他不是可以谈而已哦，他确实跟老柯在谈啦。对，只是后来他说老柯为什么不愿意答应而已啊。因为我老柯没有讲得很清楚，也不知道他当时是不是这样子。那柯文哲的意思大概就是说，如果老柯答应一个人工政治法，他就可以撕毁，他就可以把国民党踢一边，他就来处理。因为柯文哲不必处理什么总预算跟军购案，他报票给民进党就好了。然而蓝白合这么脆弱嘛，我也不认为啦。所以这个可能就是他的一个话术。人工政治法对柯文哲这么重要吗？我认为柯文哲故意把陈昭基留下来，就是一个政治上的宣示嘛。对谁宣示？对，民众党就是他个人一个人的党嘛，党的规定是柯文哲讲了算嘛，所有的人2年到都要退伍，都要退席，我叫谁留下来，谁就可以留下来。谁哪有2年条款？只有柯文哲条款啦。照理讲，所谓党的规定一视同仁。在民进党规定就规定，哪会民主政党不会有例外啦。规定2党来换人做的换人啊，显然。为了一个什么法案，那个法案很重要啊，重要到你要让他留任了。我认为这是柯文哲一个政治上的一个，让大家搞清楚了。我才是老大，你这是老大，而且这个老大大到不得了。我认为这是柯文哲一个。政治上的一个，让大家搞清楚了。我才是老大，你这是老大，而且这个老大大到不得了。他现在这个权力，连国民党、民进党的党主席都对不掉了。国民党的规定，我相信也是很难有出现例外嘛。全党要一视同仁，民进党这种赶快嘛，只有民众党这个才是独裁者啦。柯文哲规刚你美人独裁，你这人家真的是展现了台湾民主国家。里面一个独裁政党该有的本色啦，党主席柯文哲一个人说了算，那规动弄也啦，对不对？想一想，那其他的退下来的怎么想？林国成怎么想？对不对？张启凯怎么想？还说什么黄国昌叫四保不要动黄国昌不然他就要你都归黄国昌继续做的，黄国昌就不是保护伞，就保护伞了嘛。所以你要跟柯文哲合作，本来你就要忍受他这样的一种。权力的，就是他玩弄权力嘛。还有什么比白纸黑字签了名蓝白要合作选正副总统，这个已经最大的保证了嘛。
而且不是私底下签完还大家手牵手在那边拍照开记者会，马英九还当证人啊。这种的当避免的当兵的都撕毁不算了，还有什么承诺可以相信他？所以现在柯文哲变成国民党的了啊！这因为以前民进党就是跟柯文哲在一起，我想民进党感受也很深刻啦。过去专动挺你起来，柯文哲没有说的吧？可是你们现在如果这样，柯文哲再回头要跟你们合作，你们还是会接受啊？因为立法院去年一整年怎么投票都输，所以对你们来说是不是也这样？这就是柯文哲的底气啊，两边都要我啊！而且柯文哲厉害所在，他比黄国昌还会玩呢。黄国昌摆明了，他如果全部从头到尾都是，他就变小蓝，就变成国民党跟班嘛。你跟黄国昌没得谈啊，一定听国民党的呀。那柯文哲现在就是两边这样玩啊，你民进党我会跟你讲嘛。好。你搞不好有一天，如果民进党忍受不住诱惑，真的去跟他讲，就跟他谈。你放心啦，柯文哲这个人没有密室协商，那你一个大嘴巴，马上就能供出来。刚张一山讲得很清楚所以谁敢跟柯文哲谈呢？而且柯文哲，你看他从头到尾还是摇赖清德在讲嘛，骂赖清德什么清德宗啊。柯文哲怎么去预判赖清德当选？你讲赖清德呢动算外资跑光光，台湾经济会崩盘，结果外资拼命到台湾来投资了，NVIDIA 不是全台湾到处抢，后来确定在台北市内湖，北市科，对不对？北市科嘛 ，AMD 的算力中心也在台南，对不对？美光在台湾抢着要扩厂了，全世界弄来台湾投资啦，哪有外资跑光光？哪有柯文哲预测赖清德当选，台湾经济会崩盘？股票3万几点嘛？我赖清德拢做不代志，关税谈判谈到韩国都吓一跳了，韩国都很紧张了，连中国也表示对台湾的谈出这种关税的结果，中国也很不满，也很紧张啊，也在跟台湾泼脏水啦，所以柯文哲对政治的预判，这个还有人会相信，我也觉得很奇怪了。不过现在看起来，明凤，柯文哲。现在看起来白银的底气是来自于蓝绿都要他嘛，而柯文哲是把这所谓的杠杆拉到最大了吗？像刚讲，那蓝营的人也不敢讲什么，那骂了蒋万安，骂了谁，蓝营没有一个人敢讲话。现在看起来，甚或有人在讲，如果3月那个判决，如果10年以下的话，那更不得了，翻江倒海，2028搞不好都有他的局啦。对啊，当然3月判决是一个点啊，不过像这种官司一定会传送到3审，一定到3审，搞不好还会被人发回啦，或者什么这些。对啊，所以说我觉得柯文哲在这种政治僵局里面，他是的确是很诱人的，就是说这个民进党要不要过总预算，要不要过军购案，这个东西就是非常吸引人嘛，所以。吃了多少柯文哲的亏，可是还是有人会希冀说他真的有一丝的改变，对不对？然后，可是问题是你看看每次跟柯文哲合作的结果，其实都没有什么好结果啦。就是除了他自己可以获利的之外，譬如说民进党无条件的完全支持他选台北市长这种的合作的话，他自己获利，然后他就会合作。可是你说像蓝白合那一次武汉肺炎那一次，就是我要当副手，对我看起来好像是不利的，其实是有利的。但是他们评估以后，那个家里的女人哭成一团之后就翻脸了，所以他会觉得他的合不合作完全是在他自己衡量自己有没有利嘛。那你说真的拿出来交换，你交换是可以，但是可是这个柯文哲的秋了够做抽你知道吗？然后你这样，譬如说你真的私下去跟他谈过。假设真的用人工生殖法来谈军购案，那你这样子一讲出来之后，全世界又知道你们在做交换，是啊，那种后遗症是要怎么样的承受？所以就是说，柯文哲这东西就变成一个政坛上面未来2026一个大麻烦也好，或是大诱惑也好，到底能不能成？然后他哪个心会定在哪一个点上面，就变成说是一个很关键的。他也完全不在乎蓝营会知道，因为他是自爆的。对，他自爆讲出来，某种程度我就讲给你蓝营听没关系啊，我就是跟绿营也在谈啊，我就让你们知道我的价值有多高。连军购还记得吗？那时候年初的时候，是民众党好，你不管对他的内容是不是说是抄行政院的版本是什么？也是白银弄了一个版本，
蓝营那时候也没有版本啊，就是有人讲说是52席，如果再加2席，是8席拉着54席再往前走。就整个来讲，变成国内政坛，我常问人一个8跟52哪个大，没有人敢告诉我哪个大，因为如果摆在现在的政坛。那52席不见得比8席大。对啊，他的操作当然就是要让蓝的知道说，我不是黄国昌了。黄国昌过去你们做什么我就跟着做。但我不是黄国昌了，我有我自己的想法。你们好好的跟我要谈，好好的跟我谈。有利的我才可以，我们来合作。没有利的，你不要说我像黄国昌傻傻的，傅昆萁在我头上摸一摸我就 OK 了。蓝的人一直认为说。这个罢免案是蓝白合促成，让他们都过关。你没听袁志刚讲？对，都过关这样子。可是这个迷思就会让他们觉得说，2026我也要抓着蓝我才行。可是问题是你去想想看，白银在选举里面是很弱势的。的政党，他根本第一个他没有组织，然后第二个文宣又很差，全靠柯文哲，然后所以说徐府就讲了，蒋万安不站我的台，我的母鸡就是柯文哲，所以他们也不会选台北市长，那这个就不选台北市长对蓝营来讲就是最大的 favor 了，我不选一个人出来跟你挑战，这也算柯文哲释出了善意啊，那问题是但是他的母鸡的效应，他就可以一直骂蒋万安啊，那蒋万安，然后蓝营人就会坐立难安，我到底要不要回嘴？他又不出来选，可是他又党主席又带一个母鸡的效应在那里，所以这个蓝营也很棘手。绿营人是现在俊宪是觉得我不要再相信他了，因为他也是在骂赖清德，因为我觉得蓝白合会走到这样的程度，中间有一个是柯文哲的官司一直卡在那里，促成。民众党跟这个国民党这样子一个合作，但是这个官司走到另外一个阶段之后，看柯文哲好像自己又没有把官司的东西一直在骂柯文哲，骂那个赖清德，然后又把事情又推给是陈佩琪，然后他又留了陈昭姿，然后又去找柯建铭谈这些有的没有，所以让大家觉得说，好，希望又来了，绿营就觉得说，希望又来了，像有一些。以前绿营的柯妈妈之类的，像什么庄瑞雄啊，或是谁，会又燃起一堆过去合作的希望哈。过去也有一段有一段情，然后蛮愉快这样子，对啊。然后大家开始又有一些奇思幻想这样，所以柯文哲就是玩弄大家于手掌之间。但是你现在到底需不需要他？真的也是需要。那8席就是如坐针毡嘛，就是说我如果有这8席，我总预算也不用卡在这样子，我军购也就可以过了。那我这个当然，但是他的话又不可靠，可是又可靠又不可靠，然后一切都完全看他的心情，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变成蓝绿两党未来的重大的考验啊。那我是觉得说国会上面当然是有可以合作的空间，可是在选举上面真的。我觉得一点空间都没有，白银他们只要顾他们自己的立院党，议会各个选的议会的党可以组成一个党团，我觉得他的目标是这些，他们并没有要拿任何的县市首长，可是他这样子靠一个党主席在让这边操作，其实这些就够了，他们不需要真的说去跟什么蓝的合作这个整个单一的那个首长的席次，他们只要靠柯文哲这样的一个做他们党团，每个县市就可能组成3个议员就可以有党团了。所以说现在就是在国会上面到底有没有合作的可能？那这当然就是说这各方势力在拉扯啦。我觉得今天谈的条件。军购案的条件真的是人工生殖法吗？还是有其他不可言传的条件？你的意思是说，才是真的条件？因为人工生殖法对于柯文哲没有什么好处。你不用讲白，我们不用讲这么白，但你的意思说根本不是法案的东西。当然啦，他要的是法案的问题吗？他要一个人工生殖法干嘛？他又不要生小孩了，对不对？对。那到底有没有其他一些私下的暗盘？希望都没有，大家都这样。可是那这中间过程。其实那个15分钟的门一关，跟公开透明的大原则一定就不一样嘛，因为大家就不知道到底为什么，一定就会有一些的江湖传闻。对，你就对了，就讲15分钟人工生殖法的话，为什么陈昭是在门外，不是在门内？人工生殖法是陈昭要推的啊。如果是单纯在交换这个条件的时候，陈昭是为什么不能在里面？
的啊。如果是单纯在交换这个条件的时候，陈昭之为什么不能在里面 ？OK， 那当然，你说在过程当中，一中，不讲别的啦，只要8个大字，对蓝营来讲就不可承受之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选不上没关系啊，从以前到现在。从不管2022那一仗，2024这一仗，一直到现在，尤其2024那一仗的时候，柯文哲那时候不是讲吗？我只要在10个地方，那关键地方提，蓝营你就会大败，对，然后你就不会有今天立法院的席次。所以接下来呢，包括为什么蓝营要这么近代黄国昌、新北要不要选到底？很多的地方，如果他都这样比，像敏凤科长，他根本不需要有当初总统大选2024 20几%的支持度，我只要有10%。我就让你蓝营的地方首长，不要讲多，地方首长调个1、2席，对郑丽文他们来讲，大概都不可承受之重，我就拿这就可以了。对，柯文哲从2018年跟民进党分手以后，大家记得吧？他那时候台北市长是勉强连任，他那时候是怎么样？他的勉强连任，其实就是把蓝白的一些票都把它吃光，所以他就知道一件事，就是说，身为他这个小党第3势力啊，他必须两面迎合，两面通吃。所以2019年他就讲过一个战略，那时候2020年不是要选立委。他说我的主力要放在不分区，但至于分区的话，我写安内啦，就是说我选不上，但是我可以让你选不上，你的枪就顾伟了，我在那边插一个人，你国民党或者谁，你就可能选不上，所以他这个策略一直用到2023年、2024年，其实是非常有效。我们也可以看得到，那2024年这一次的立委选举，因为柯文哲大部分都跟国民党合作，尤其我们讲台中蓝白河示范区，很多地方都示范，所以国民党这一次大胜，所以国民党也了解，就是说柯文哲因为他慢慢偏到蓝，他的那个选票的结构慢慢偏到蓝，所以他对蓝营的这些，特别是年轻蓝营都抓不到年轻支持者啊，都在柯文哲身上啊，所以柯文哲现在这一招有没有效？有，可是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因为柯文哲现在毕竟不是党主席，黄国昌是党主席嘛，所以就有人说，民众党是这样。方向盘现在在柯文哲手上，但是钥匙在黄国昌那边。没有啦，钥匙在检调那边。黄国昌只要时间到了2月1号没有了立法院的那个保护伞以后，开始用搬药啊，这个钥匙自然而然就会回到柯文哲。所以这一台车很清楚，就是柯文哲。不然，但是国民党你有没有听到，在年前一直都有一个说法，原制国民党是觉得整台车应该是黄国昌，真正民众党的太阳是黄国昌吗？像刘许天他们一直都讲说，国民党希望那台车子是黄国昌开的，是期待值吗？他们希望那台车是黄国昌开的稳稳的。但是看那个萧旭成副主席的说法，是2个都很重要。如果黄国昌那么重要的话，今天不会一个陈昭之柯文哲就把他留下来。柯文哲留陈昭之的动作就很清楚了啦，我才是老大，I'm the boss。柯文哲上一个底气就是369万票，2014年的1月总统得票。但你现在还有那么多吗？你在民调现在没法追嘛，所以他必须要重新，也被关了1年，所以他重新创造生态。所以柯文哲你可以发现他出来从狱中出来以后，金句连发，贵公上，一共让我关了1年也好了，让我在里面可以看看这些台湾社会最底层的人。公告你看上，刚才没看到底层的，这启动被你都不知道什么是底层。我听到心惊惊，你是一个城市的爸爸。家父长，你讲你都唔知影底层啥，你这被你起定呢？难怪你施政最烂嘛。然后他不管，至少这1年降服了我的傲气。他好像要重新做人了，然后就开始讲啊，赖清德啊，南宫一直清德宗，因为清德宗是光绪的那个庙号了哈。但是他说他觉得赖清德不像光绪帝，他说光绪帝至少还想要努力向上，只是运气不好，大概指的是慈禧。他说赖清德像崇祯帝了，明朝最后一个明思宗的那个，他真的是乱念。崇祯其实是很勤劳。来，我柯文哲为了你不是你有在读册，我觉得不一样的中国史有10几本，我还特地找出第11集《明史》，这里面怎么样描述崇祯？崇祯17年，你说他陆力从公吗？算。但是在明史的这个这解释里面，崇祯是一个极端自我中心、轻信而且多疑的矛盾综合体。我看完以后觉得你在讲柯文哲嘛？什么叫极端自我中心？就是他刚上来以后，他是接了，因为他是接他哥哥先死掉，他就接他哥哥的位置，所以他确实有一番新政，所以一上来以后就斩掉了魏忠贤。魏忠贤是很扯了，生死太监还可以立那个，还没死就有那个牌位嘛，对，所以他把魏忠贤整掉，好像要开始就立发图治，结果没多久，听信谗言就斩掉明代最重要守辽东的大将。袁崇焕开始你就知道，他就开始找经验，因为他觉得自己了不起，我干掉魏忠贤的，魏忠贤我都可以干掉，还有谁不怕的？就囧好，就开始像柯文哲那时候不是拆了北门吗？10天拆北门大家觉得柯文哲好像很厉害，有没有？就开始就有点碰轰了，就他那个轻信跟多疑，你知道
清代怎么描述它吗？他说崇祯50相。什么叫50相？你知道？就明朝虽然没有什么那公的宰相，但类似就是阁臣或首辅。他17年换了50个宰相。我的天啊！你知道？人家说宋代啊，200年也不过才换50个。你这个崇祯帝17年等完国宰，而且你知道多夸张吗？明代200多年的历史里面，他们只宰过1个宰相。崇祯17年就宰了2个。所以这种人就是非常的，你知道，就是多疑。以前有人讲，帝王应该是这样，疑人不用，后来怀疑你，我就不用你。相反的，用人我就不疑，这才是正确的嘛。他刚好相反，柯文哲跟柯文哲一模一样嘛，他就是轻信人家说啊，今天没办法用不满意以后就把人家斩掉或把人家排除，所以接下来他的那个内政就慌乱。大家想柯文哲有没有想？柯文哲是台北市长，所有台北市长任内换掉局处长，他给他们是能杀败吗？就是全部都是来去走马灯，所以他整个内政乱七八糟。而且最后我再讲一些，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讲太多。所以柯文哲又是怎么样？一个苛政猛于虎，苛真的很苛。所以你知道当年明代其实。杀掉林崇焕不一定明代会崩亡，明代会这个最后那个明思宗会上吊，其实原因是因为李自成那个内乱嘛。当时有个非常有名的口号叫做“迎闯王不纳粮”，意思就是讲闯王李自成来了以后，我们都不用缴税啊？为什么？因为崇祯帝就是苛政，不断的去跟大家课税。那柯文哲这一点跟他很像，你知道为什么？柯文哲有没有苛？老年福利金那个敬老福利金不给，老人家那不给。老师的什么，像当老师的那个什么年节那个生日礼金扣，拿那么多干什么？公务员的交通补助费扣，你拿那么多，就他什么要省，好像一副跟他可以就看，好像自己是一个人家，就后来没发现你自己在可以市政府都可以起飞人都收300万，你还好意思苛加这些钱？所以我在讲一件事，我最后感触很深，跟他碰哦，跟崇祯帝就爱碰哦，你知道崇祯帝多不要脸？他最后自杀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皆诸臣误政，意思就是讲。我今天会失败，都是你们这些人害我的。那跟柯文哲有什么不一样？柯文哲最后我就讲，最后王文威在2022年柯文哲要卸任前的一个质询，柯文哲最喜欢操作的是电子化支付，他就是最医化。他说钱很脏啦，我们要用那个医化的很厉害。王文威的质询说，你悠游卡、悠游付，悠游卡其实是有先驱的嘛，因为最早的那个电子支付是悠游卡。就悠游付在柯文哲2022年的时候，悠游卡是这样，柯文哲上任的时候，悠游卡一年还赚了2.6亿元。等到他卸任的时候，一年只剩下900多万，钱都不知道跑去哪里。然后再来，关于电子支付悠游付，在2022年的时候，一卡通高雄那个很晚开始做的哦，那个普及率高达56%，结果柯文哲你任内的悠游付只有4%。那我一直讲什么？你知道他多不要脸？我在讲一件事，我就 key。我当学校合作社经理，那个时候我记得就是柯文哲第2任的时候，他那时候因为他想要拉高那个电子支付，你知道他多不要脸？他跟我们所有全台北市的那些合作社，就是说把我们开会照过去，就是说希望大家用电子支付、悠游卡，我觉得很好啊，因为我们也希望说，像我们在便利商店买东西，就不要用现金嘛，很好。所有的合作社都赞成，然后他就给我们租嘛，大概200块租一台。教哥，你知道机器有多烂吗？不是像你在便利商店，因为 B 姐不是哦，他要自己那个阿姨要 key， 比方说你买10块钱的麦香红茶，110，确认好，然后那个卡插 B。拔出来，然后再还你。这个过程至少我估大概15秒。我在排队，下课学生在排队，一个人就要15秒。我付现金都一次就，所以最后全台北市，我不敢说是全台北市，但是所有我们基本上我们这些大家学校，我们都把那个机器给推掉。OK， 但是覆盖率他有没有要到？有，因为他的报告说他的覆盖率高达90%，这就是你认识的柯文哲了。所以为什么他在总统选举那一次，虽然他全国拿到369万票，最低的在哪里？台北市啦。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那蓝白合如果照刚刚袁志那样讲，应该还是未来一个主轴。那中间出现的叫小枝小节，可是对国人来讲的话，不只是蓝白合不合会不会影响到年底胜或2028所有的事情，美台关系跟两岸之间的关系，大概是在过程当中，那是不是也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譬如说，金宣伟，第一个关税的问题。年前的时候突然川普这个人真的就是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年前的时候突然就讲因为南韩，那你们国会迟迟不通过那个关税一切的协议什么什么，好，那接下来关税提到25%，搞得韩国那个时候也是一番的大家翻成了一段。那对国人来讲的话，那蓝白合，因为那我们的协议也是要送到立法院，所以大家就来看那未来到底该怎么办。
军购这件事情，白银后来在年前的时候提了一个方案。那提了一个方案了以后，那蓝白之间对于这整件就所有这些事情都要看蓝白合的角色。但是像刚讲那几件事，它都牵扯到美台之间的关系。那怎么样？蓝白也不会大辣去得罪美国啊。这个你要看接下来发展哦。这个你要看接下来发展哦。第一个，那韩国怎么回应？就怎么应对川普现在又把他的关税再拉高提高到25%吧。因为但我就看了川普讲的原文哦，他是有逻辑的。他说去年7月30号，2025年，那美韩之间就把这个关税的协议都定了。然后在去年的10月29，川普去韩国访问，两边再度把这个确定，还共同宣言，结果等了3个多月。就去年10月29嘛，其实你如果以签订来讲，去年7月30的话，大概快要半年，那你韩国的国会还没有通过，所以那到底你韩国要不要我们签的这个协议？因为美国是瞌睡的单位嘛，对，那美国政府也要看到底是要怎么处理因为这种协议是两边都要签字才算嘛，那你不要呢，我就给你再加回来。这当然对川普来讲是一种，也是他的一个政治手段不过哪有国家不要低关税要高关税？不可能。当然，他这个就是给韩国一个压力。那韩国为什么国会拒绝通过？这个也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因为韩国其实签的条件也不错了，比台湾差一点点。可是你现在被川普这么一搞那韩国就惨了因为这里面包含了一些化学制药，甚至汽车零组件，大家要知道关税问题最害怕的就是未知数了，因为买卖双方都不知道怎么办，我也不会报价，那对方也不给你买嘛。那现在一确定以后，第一个台湾的传统产业松了一口气，就以我们台南来讲，台南连接到高雄，是台湾最多传产隐形冠军的地方。尤其汽车零组件，一些模具、金属五金加工、螺丝扣件等等，那个地方是非常强。所以等到关税是15%的时候，那传产当然很高兴了，而且比他们原先预估的都还要好。所以基本上你要看产业的反应。第一个，你关税谈判有没有成功嘛？看产业的反应嘛。第二个。看你国家竞争对手的反应，韩国就稍微紧张了，因为台湾又拿到了232条款嘛，还有中国的反应，其实关税问题是这样不是你这个国家的关税而已你最重要去比较你的竞争对手的关税。如果台湾关税是50中国、韩国都我们对手的也都50，那伤害不会那么重。最惨的就是你的关税比你的对手还要高。那台湾现在的关税比我们的对手都一样，甚至更好，那对我们当然有利嘛。好，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因为能够为传统产业谈出这样的关税，基本上也是因为我们半导体有相当的实力嘛。因为美国现在是半导体的，它是买方嘛那台湾是卖方嘛，那你把关税拉高了，那谁的成本垫高？就是美国的厂商，对我就加上去嘛。对，那美国的消费者哪受得了？因为价格会反映给消费者嘛。好，那台湾接下来会不会发生？就在野党去挡这个法案？这个我们就要看蓝白的压力不承受得住。因为我认为中国也会施加压力给国民党。叫国民党挡吗？台湾越乱越好啦，那对不对？就搞烂台湾最好啦，让台湾的经济一团乱。那个韩国的在野党，他就是因为政治斗争，他要把你搞烂。那台湾的蓝白就反对的理由更复杂因为台湾有境外势力的渗透。那如果现在的总预算跟国防预算，我认为现在看得出来就是这样子。好，那
对美的关税，因为这个其实不是民进党的事情的，这是台湾的经济，就关系到我们的产业、我们的就业，还有我们的消费者，所以如果韩国出现这样的一种状况，那才让我们知道，原来去年谈好的美韩关税到现在韩国国会还没有通过。如果川普不抓狂，我们也不知道台湾会不会让这种事情这种状况再度发生？那我们拭目以待了就看蓝白的一念之间呢。认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这中间还出现，还记不记得在年前？自由时报有一篇报道，那蓝营的人也很生气，对，然后说什么老共对蓝营对国民党很不满意，然后什么军购党不利，对，然后包括关税，然后讲了很多，然后包括还有讲说什么 CK 杨，然后在一个餐叙里面也讲说你们在关税跟那个军购上面要硬起来，类似这些，然后蓝营很生气，甚至说要不要提告，所有这些跟刚才俊秀委员讲两个啦，第一个会从跟韩国一样吗？在立法院，结果蓝白让关税没有过。第二个，关税跟军购这些跟老共真的会给你们下一些指导吗？关税跟军购到底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完全跟老共无关，那就事论事啦。那自由时报那个报道，我觉得台湾大家要有媒体识读的能力。第一件事情就是有没有消息来源。自由时报的消息来源是他说北京高层。权威消息，我不晓得原来自由时报会把消息放给，就是北京高层会放给自由时报，让自由时报来攻击国民党。哇，自由时报关系这么好那自由时报的那个写那个记者就跑总统府的嘛，所以我觉得很清楚啦，就是谁在搞认知作战啊，然后没有消息来源，然后通篇都是编故事，什么我们是因为听了老共的关系，所以去挡军购。其实自由时报劣迹斑斑呐，我就举一件例子就好了啦，在前年的时候，那时候也是我们刚进立法院，然后忽然自由时报写个新闻说国台办呢介入台湾的政论节目，然后呢其中有一个政论节目呢，还有什么金华社派员在盯场，什么议题他要审题啦，来宾他也在那边盯啦。好，这个事情那时候大家在立法院说赶快追查不了了之这个新闻假新闻就没有人再去追了呢。可是这个新闻一出来，就会有很多人就透过这个故事就来攻击我们，像那个时候。民进党就在攻击我们说国民党为什么挡 NCC 委员？就是因为老共要控制我们政论节目啊，所以挡了 NCC 的话就可以让老共手伸到我们的媒体啊，就这样啊。那自由时报那边报道出来之后，民进党的也说，你看国民党就是卖国贼啊，然后就顺着一直骂，然后骂到后来大家都不知道源头在哪里，就是自由时报。所以那可是为什么要去搞这个认知作战？很清楚嘛，因为他们就不想要让这个军购跟关税这两件事情就事论事。譬如说军购这件事情。军购，我坦白讲，我们没有要挡军购，我也想说赶快过啊，该买的赶快去买啊。但现在卡在哪里？民进党也很清楚啊，因为我们之前就主张说，希望赖总统可以遵守他选前的承诺嘛，接受立法院的邀请来立法院做国情报告，然后接受咨询也是他讲的。好，那现在只是卡在哪里呢？卡在他讲说违宪，那有什么违宪？那时候国会改革法案被宣告违宪，是因为大法官认为说，总统没有义务要来，你不能写在法律里面。但如果总统愿意来接受咨询，那咨询的方式大家可以讨论嘛。你如果觉得一问一答，总统觉得你一问一答这样子，我觉得不行。好，那我们看2问2答、3问3答、同问同答，那是一个形式没有构成违宪嘛。可是他直接就说，因为违宪，所以我连跟你讨论形式我都不讨论，我就是不要来，那就卡在这边啊。对，那当白银都提版本以后，那对。蓝营的压力不会很大。好，那卡在这边之后，那在野党就会觉得说，也不能这样，总统不当一回事，我们在野党也不能不当一回事嘛。我们总是希望军购赶快去买嘛，对不对？所以白银的做法就是说，好，那他就针对已经确定的部分，他就提一个特别条例，已经确定的。那我们这边也有在讨论做这个事啊。所以军购是这样，没有人要挡。那关税呢？关税，因为关税动一个字都不，因为它是算是条约要送的嘛。颜志还没回答，关税你赞不赞成？对啊，关税要讨论嘛，因为其实会不会都赞成了？没有，我觉得这个要审，这个也不是说赞不赞成，要看那个官员回答的方式嘛。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就是川普要的不是关税嘛，他把关税当作一个工具跟手段。你不达到我的要求，我就要提高你的关税。那他希望台湾什么东西？就是半导体嘛。因为你看卢特尼克，就是他们商务部长讲得非常清楚啊，他就说，他的目的5000亿美金，这个只是头期款了，目的就是要把台湾的半导体的产能
40%移到美国去，而且这个是头期款而已。所以关税是工具。我来一起站起来反对。没有，这个我跟你讲哈，因为卢特尼克是这 Yes or no？ 卢特尼克是这样讲，台湾政府讲不是，台湾政府说不是2500亿加2500亿，这不能叠加。好，那我觉得政府也要去跟美国交涉啊，到底怎么样？你要讲清楚。就像那时候日本一开始讲的跟美国讲不一样，可是他们最后就交涉。但是眼下会碰到，就是我觉得俊宪委员一直会问他们，民进党接下来一定就一直问蓝白。到底答不答应嘛？因为送去要审要什么时间一拖到哪一天，会不会川普就直接跟韩国一样？好，你们时间拖到，那我就你们也会背这个压力，对不对？当然啊，你们就完蛋了。但我觉得2件事情啊，第一个我们要审的就是说，我们因为了让关税下降，我们付出去的代价有没有大于我们付出去的代价？这个就是要讨论嘛。然后后面其实不是只有付出去代价而已，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市场要开放到什么程度。另外，美国它其实针对就是非关税的贸易障碍，它也要我们开放，所以这个东西有很多，这个也不是说我自己这边丢铜板，然后正面负面要或不要，这个很多都要政府官员他要来做说明的。那当然我们会衡量利弊得失，可是我要讲的就是呢。最后不管结果如何，其实大家都是针对就事论事，而不是什么老共叫我们干嘛。就是你要不要先回应一下，简短回应？第一个，你要的 yes no 他没有告诉你。那关税法案就很清楚了，没有燕之讲的什么美国附带，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关税就是关税，就是两边的进出口商品的关税要苛征多少。这个，那你要牵扯一些啊，那会不会要求我们附带什么？其实有没有附带，那里面都写得非常明白了哈。第二个，他要赖清德去立法院，这个跟国防预算什么关系？这我认为你要反对他不敢，他又不敢反对国防预算，因为这个是提高我们的防御能力嘛，就是找一个借口来挡了。这个重点，国民党党主席是不是真的想要去见习近平？就是真的嘛？对不对？曾丽文说他想要去见习近平嘛，这个大家都知道嘛。那国防预算怎么可能国民党？你还是觉得这两个有关系？第二个，郑丽文在国防预算根本还没送到立法院的时候，他就说他反对。那时候国民党的党主席的公益反对，就因为那时候大家都知道，接下来我们会提高我们的国防预算，他就说他反对。OK， 只要国民党整天想去跟共产党交流，那绝对。他一定不敢做让共产党不开心的事，没送的代价。你国防预算如果真的审了，你说共产党会翻脸？所以你要先摆脱，你要去见习近平。如果你习近平的那个郑丽文把它列为你个人的一个能够也好，你把它列为你政治上一个最重要的你要达成的一个目标，那国民党绝对会挡国防预算嘛。来，一下来，连志良一次回应哦。叶元之不是郑丽君，也不是杨珍妮啦，他不是谈判代表，他讲那些东西，我也希望叶元之去谈啊，谈出来我当然给叶元之鼓掌，他就不是谈判代表嘛？那你要叶元之去肯定郑丽君，去肯定行政院的杨珍妮都很困难呐，你可以骂没关系。重点是你不是评论员而已啊！你今天坐在这里是评论员，你坐在立法院里面只有3个按钮：同意、反对、弃权。你今天都不愿意对你自己对选民交代的同意、反对、弃权3个选项其中任何一个选项交代嘛？你可以反对哦，你也可以同意哦，你甚至可以有附带条件式的同意嘛。刚才你都可以变成附带条件，要求行政院去做相关的一个配套措施嘛，或者是要求谈判代表尽可能的再跟美方沟通嘛。这个叫做你是一个评论员的角色，你可以做这些附带条件。但是重点是，叶元之今天还没有告诉我们国民党到底是同意还是反对还是弃权，这个会牵涉到什么？今日就是之前的韩国，就是可能过完年后的韩国瑜嘛。韩国面对的东西，韩国瑜要负责啊。我们虽然都不断骂黄国昌，不让骂傅昆萁，但是我今天要骂韩国瑜跟江启臣啊，难道他的影响力比不上傅昆萁吗？黄国昌已经不在立法院了，接下来就是韩国瑜跟江启臣要带领国民党，到底这个按钮是要傅昆萁按的那个反对，反正傅昆萁怎样都一定会按反对啦，还是韩国瑜、江启臣，尤其江启臣，你要选台中市长哦，工具机业在哪里？那水舞金那些都在台中嘛，你还在巨大的参会里面，巨大的董事长直接你们还没有通过之前，他直接谢谢你江启臣呢，人家多大气啊！
为什么产业界就希望国民党的立法人可以卡这边？不要面对中国那边好像卑躬屈膝，然后面对台湾的产业，你连这个同意的按钮都不敢按嘛，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嘛。OK， 来袁那我刚刚讲说，最后当然要按的时候，大家就会知道，但是有一个过程要审嘛，然后这个政府也要透过这个审的过程当中，让社会大众知道到底这个关税的具体的细节内容是什么嘛，这个也没什么机密嘛，都谈完了嘛，应该让大家知道嘛。那所以这个我现在没办法回答，是因为还没有审，好，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这跟老公完全无关。那郑丽文有没有想要去见习近平？看起来是有嘛。我现在没办法回答，是因为还没有审，好，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这跟老公完全无关。那郑丽文有没有想要去见习近平？看起来是有嘛，对不对？那我觉得那个主席他讲得很清楚嘛，就是说以前国民党其实我们的优势是在于两岸关系，为什么？因为大家认为说，在国民党执政底下，两岸关系稳定，我们外交也有空间，然后大家可以在国民党的政府的治理底下安居乐业啊，不要搞到那么对抗，不要搞到那么冲突，这是我们过去的路线。但是在就是这几年，大家好像比较不敢谈了，啊，92共识也不敢谈了，然后什么都好像忧残危机，好像只要你讲了这个东西去交流，就会骂中共同路人，所以大概不敢讲。那你不敢讲，你就没有办法把自己的论述跟理念把它讲清楚。所以他可能就是。他就大方讲啊，我们就是要去跟习近平见面，但我们是在对等尊严、维护国家安全，而且对台湾好的情况之下去见面嘛。那我们认为这样是对台湾好的啊。我们觉得有啊，我们觉得这个总比这个两岸这个敌意不断升高嘛，然后军备竞赛，所以光预算一定不可能过嘛。你过了习近平会见，这是两件事情嘛。你觉得这是两件事情，共产党会当做两件事吗？你那个就是政治作战、自由时报思维嘛。但我们讲的是两件事情。共产党会当做两件事吗？共产党你只要主张原汁原味的92共识就可以。那为什么要主张原汁原味92共识？是不想要见面吵架？为什么？因为如果就像我跟陈柏惟，如果我们坚持一件事情，我们见面吵架，我们就说，先不要吵那个事情，我们还是可以坐在这边，不然录不下去。对，那原汁原味92共识其实就是这个概念而已。对，你只要有原汁原味92共识就可以。预算了。但好 ，Thank you， 直接来。这件事情表面看起来是关税要不要过，军购要不要过。实质上，它会牵扯到国内各政党之间，对于美国跟老共之间的距离，当然，到底远近是怎么样？来，当然，国民党就是没走，不敢说不要，因为民众不允许，他国防军购关税他投否，明天股市跌1天不够，跌6天，那如果过年期间这个消息出来，开市直接黑1个礼拜，这个国民党还要选吗？不敢说否，因为民意不允许，但他不能说好，因为党意不允许。哪个党意？那当然是国民党，但有的时候后面还会有新兴嘛。所以共产党到底有没有要国民党？那以他的讲法是我没有怎么样。那我问你那个，我也不要问你又浪费我的时间。但是那个在参会上人家跟你讲国民党硬起来把你那一根硬起来，脊椎硬起来，有没有意思是什么？就是叫你们不要过嘛为什么党意会这样？因为它背后就是连结到中共，这很好理解，这不需要哪一个时报去讲啊。如果你要审嘛，那一般来讲是这样子，我们要审是我做集齐，你也较歹，我也讲我也较好，那这个叫对岸嘛。那另外一个方式是我推动你做我们有意见以外的所有事情，比如说像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副委在讨论嘛。这个都没有做啊，那你很难说服大部分的群众说国民党是支持的，因为国民党的支持只停留在口腔里面而已，连喉咙下去一点点都不算肺腑之言，这个停留在口腔而已。所以要支持的情况应该是，我来讲，我会较好，民进党不要去讲，那我喺谈判上谈的什么条件，来，我们要通过这个版本，那很好嘛，那你至少是有一个，我觉得我比较好，像黄国昌。他也不藏拙啊，完全不懂军购就杀了我北下啊。今天我就问你知道我去上国防外交委员会的第一课就是，当我们在对美军购的时候，有些东西一定要先设想两国的不同，比如说文化、历史、交易、汇率。你军购的时候上面写新台币，
今嘛是美国人要来找阮台湾的细汉哪尼啊？那黄国昌写新台币计价项目数量新台币，你跟东南亚国家买东西，你也不可能用，不可能的，没有那个逻辑的，那个是上国防外交的第一课。黄国昌不常走啊，他至少就是敢丢一个400亿，也不知道写什么400、4000亿的东西出来啊。这就是 guts， 这就是他毕业成果展，就是要混过关的。反正我只要文凭拿到就好了，这就黄国昌啊。那国民党到现在不知道，没有态度我支持停留在口腔，我没有说不要，但是行为上不推进那这个就是被动的不回答嘛。所以我说这样子的行为是没种。我相信如果这个现在的这个局势演变下去，年前。川普示范过不然韩国先加个10%。你说他加的那一天是涨的，股票的确好像当天早上是涨一点，但因为我们现在都理解川普的说话分2个阶段嘛，就是说跟做嘛。那什么时候做下去的时候，大家会开始大地震。这一阵子什么一下子讲稀土稀土就不就上去，讲低轨卫星上去。上次吴峥在这里讲一套很好，就是台美的经济联动不是零和嘛，所以美国的题材会影响到台湾的个股嘛。我跟你讲，还不是影响到新的，你们听过这些，还会影响到旧的嘞。你有没有听过大同？大同说，不然我来弄个重电好了。我的电力就是 AI 的石油，所以电力的东西砰砰砰砰，它也上去了。那台泥讲说，你在做重电，那不然我来做储能好了。台泥砰砰砰砰砰，它也上去。你国民党反关税、反军购，一口气跟所有产业作对，哇！那我跟你讲，叶元之，你先去做空，然后以后蓝绿对决就是多空对决，然后让老百姓来试试看，因为现在的态势就是这样啊。你不能摆明要做空的情况下，又跟人家没有其实支持做多但是私底下一直进空单，逻辑不对不上嘛。所以今天很简单。我认为中间选民的逻辑是这样子，不要跟我讲蓝绿，不要跟我讲美中，因为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那我问你，世界上允许你全都要吗？这个现在在台湾的地理位置，在台湾的这个政经环境、地缘关系，他允许台湾全部都要吗？那如果不允许的话，那不好意思，我知道大家两个菜都想吃但是现在只能选一个的时候，是中国还是美国？我们不能假装有一个2个都要的幻想，然后在这一个大家要你做选择的时候，你站在中间不动。我想李在明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嘛。李在明前2个月才讲说，台湾你们要坚持住，要靠自己。然后结果过1个月，川普跟他讲说，韩国你们加10%我干嘛没事去尝试这种风险？那个不是自己一个人事，也不只是股民的事，那个是产业的事，是经济的事情。那国民党如果真的觉得民进党谈的条件不好，要谈到更好，那你应该是要告诉人家说我怎么样的谈法会让人家更好，或者是我提出什么样的条件可以更好。你不能又是讲一个我希望全部零干税但是谈判权在行政院身上，那你们家的事，这都不是解决问题啦。就我公司如果有这种员工画了一大堆愿景，那不愿意动手做，我根本不会录用，不要说开除他的。元之，被直接讲梅总，国民党真的是落入像这样吗？现在台湾已经没有在2大之间难为小了吗？现在一定三组说就是选一边啦，没有告诉你2道菜都想吃了。我们没有但是我们的立场就是要看说这件事情是对台湾有利不有利所以他一定会有一个过程那当然对川普就那个 Thank you 他们一定会这样子就逼我们说要么就怎么样，你要么就是听美国的，要么就怎么样，没有嘛，我们还是要站在台湾的利益考量所以我们还是 Thank you 不站在台湾利益吗？他也是，但是他就比较不容易就事论事，就比较容易扣帽子，中共同路人之类的，对，就事论事。你这个就是假新闻，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有讲过，你是中共同路人。40%我实在是什么叫就事论事？你讲出来的数字都。你知道你讲出来的数字都只是数字吗？没有，那是卢特尼克讲的嘛。那我问你，对那因为你听我讲，你今天要在板桥买个房子，我说叶元之这里会叫彰化被搬来板桥，我要买一间房子，我跟银行贷款，我叫我妈做保，请问我妈出钱还是银行出钱？你讲这个，你要不要回答我？有没有就事论事？不要转移焦点。我先提出问题了。我跟你讲，具体就事论事。如果因为这是行政院说法，我妈做保是我妈出钱还是银行出钱？我也觉得，我也希望行政院说法成真。
然后因为这个对台湾比较有利。不是他的说法，你回答我问题。我懂你的意思嘛。左龙派是恁细汉的，但是你卖插米，我今晚问你问题。不是啦，你讲的东西就是行政院说法嘛。我有看到他的贴文说法，我他们现在在讨论2500亿、2500亿的，这是我的智慧，用客观的角度去看出来的。行政发言人就是这样讲，说2500亿其实是要去投资的钱，但是政府做保也可能涵盖在那2500亿里面，所以不是2500亿加2500亿，不是5000亿。我懂你要讲什么。但我的意思是说，讲那个，我现在在问你是房贷的问题，我是年轻人关心去板桥买房的问题。事情嘛，没有，我没有要影射什么事情，你自己为什么要这样？你能不能就事论事啊？就事论事。我现在问你，我要去板桥银行贷款买一间房子，看到你的脸，叫我妈做保，是我妈出钱还是银行出钱？你叫你妈做保，银行出钱。对，好，这是第一个问题。那大家自己去联想哈，不然他又那边鬼扯。第二个，我们就来讲政策。你刚刚说40%是要把台湾的台积电挖40%过去，你刚刚的叙述是这样。台湾的产能40%，那我现在就跟你讲，这是假新闻。他要做的事情是把全世界的半导体40%留在美国。好了。这个，那你为什么要？你为什么不能就事论事？你先跟我讲哈，你的数字都只是数字。不是，我没有。我刚刚也有讲说，台湾政府是这样，是你的讲法，但是卢特尼克不是。我刚刚讲是卢特尼克的讲法。卢特尼克说5000亿只是头期款，对，这卢特尼克讲的哦。好，那今天台湾政府讲的，如果跟卢特尼克讲不一样，那大家要去告诉大家说哪个才是哪个才是最后答案嘛？因为日本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我刚刚讲的完全没有台湾政府的说法，我讲的就是卢特尼克就是5000亿啦，他就有讲到这个5000亿。没关系，这个就观众朋友大家自己要去 Google 一下。但是一中卢特尼克现在看起来的话，对于郑丽文来讲，政协会真的这么重要吗？当然重要。对他个人而言非常重要，对他重要，对国民党呢，对所有要选举的，你要把郑丽文跟国民党分开。很多人现在都落入一个迷思，就是说郑丽文现在是国民党主席，所以国民党就听他的，然后国民党整个团队，包括县市长跟立委都要跟着郑丽文走。错，就郑丽文就是郑丽文，国民党是国民党。因为郑丽文今天能从去年那个惊涛骇浪的这个国民党这个初选出来，最早其实因为卢秀燕不选嘛，那原本是要拱郝龙斌嘛，结果后来是因为这一群其他的这些支持者，包括你说很多协力者，赵少康指控的可能是对面的协力者，还有本土的这些大佬，最后也转向支持郑丽文，包括金主。所以郑丽文今天能成功是因为这件事，不然他干嘛找 CK 杨去国民党去演讲嘛？你什么时候看到一个商人可以大拉拉的直接走进去，然后对着国民党那些立委？而且最好笑是那一场影片，我们几个月就上礼拜前几个礼拜流出来影片，那不是国民党立委录的，是谁录的啦？是谁能在里面嘛？不要讲国民党来对立委嘛，看来就没送的啦。想说你郑丽文，你看差不多，你还可以找 CK 杨来对我们说教，那里面讲那些，所以才有那个影片出来啊。好呢，所以对郑丽文来讲，他必须要去应付这件事情。所以包括像郑习会这件事情，他自己也讲，他说他去的话。是对国民党来讲是大利多大加分，但是他讲给他自己听的，还有他的支持者，因为他有一群深蓝的支持者，他们是相信郑习会、郑丽文跟共产党走得越近，对他们越好。在深蓝的他的特殊的那个情况里面，我同意啊，这个没有不行啊。但是如果你拉回正常的选举，尤其是单一席次，包括立委跟县市长，就知道这个没有票房是不要啊，所以一定要做切割。那你说是不是真的会这样子呢？我们用历史来做阴鉴。2015年的时候，马英九那时候快要卸任，11月的时候，他4四念的马习会在新加坡也没搬，还有板料也有，当然马习会他达到他个人的成就，他总算跟习近平见了面。结果隔年朱立伦选总统嘛，之前先经过换柱，已经离到了真的选总统，因为又被马习会踹这一脚以后，朱立伦那一年拿到的选票是30%，这个数字创下2000年连战那时候沙卡都拿到了20几%最低的记录。而且同一年更惨的是什么？国民党的立委席次从64掉到剩35，从此展开了蔡英文那8年，就是都是国会行政立法都通过。所以你说马习会这一场对国民党有没有重创？当然有啊。马英九，你去问马英九，他有没有承认？他不会，他说我棒棒的。但是你自己在深蓝的群体里面，他觉得他很棒。等一下，那个。你们两位认真听一中老师讲话好不好？你们两个人从刚才这一周讲了这么多，还引荐历史，一中你讲得很好。对，然后你们两个人一直在这个立委一直给我错的讯息哦。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是立委嘞，我一直给你看别人，我不是人家一中讲的这么精彩，他们两个人一直在我背对他，一中你讲来，郑丽文那我睇你敢没见？来一中继续。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所以马英九当时的思维觉得我好棒棒，这个思维跟现在郑丽文是一样的。那再讲第二件事，好，
那到了2018年，民进党那时候921的大败，因为内政改革，那教练说，国民党送啊，总算有机会可以拿回执政权。所以韩国瑜那时候不是不可一世的吗？拿下了高雄市长以后，不到4个月辞职，就说他宣布要选那个总统。当时他民调是最高的。这个是事实，我们要肯定韩国瑜，你不能说韩国瑜，你不能从后面来看当时，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后来赖清德要挑战蔡英文，因为确实在当时赖清德的民调跟韩国瑜是输比较少，输比较少，所以他要挑战蔡英文是那个点嘛。好，结果韩国瑜那时候因为就是整个声势太旺，所以我记得他刚选上没几个月吧，就跑去香港的中联办。去香港我觉得不打紧，因为你说招商没问题，但中联办是中共系统在香港的一个等于是他的那个门户，你进到那个门户就事情就有点大条。然后接下来到了那一年的6月，大家记得吗？反送中，记者就问韩国瑜，那时候在打龙舟，他还去参加一个龙舟比赛。记者问他说：“那市长你怎么看那个反送中的事情？”他说：“什么？我听不到，我不知道。”接下来就一路，然后接下来那半年，香港反送中非常严重，就是整个打到天荒地老，那个很多民众的流血，我们从画面都看得出来。所以隔年总统大选，蔡英文创下史上最高的817万票。所以这几件事情，然后再加上我们如果还在讲比较近的，就去年傅昆萁不是刚选上那个立委以后，他们带了那些立委去那个北京嘛，带了20个嘛，后来引发大罢免。好，当然国民党人会说大罢免大失败啊，所以怎么样？如果你们相信，就是大罢免失败，我觉得有它的其他的国内的那个政治因素。但不管怎么样，在我们国内的选举里面，中共这个因素在这里面就是一个大的负分。所以郑丽文，所以我说郑丽文也不是，他为什么一直坚持要很早的去，特别是上半年就要去？因为他不可能，你哪叫我给我小的郑丽文，你11月再去啊？11月28号选举，你最好11月再去啊。如果你觉得正席会是可以帮国民党的候选人大加分，他自己讲的。拜托，你就选11月27号，最好就前一天。所以他自己知道，所以对他来讲，他现在就两头空，两件事，一个是应付他的那些支持者跟那些金主们，我有跟中共 close 哦，你们了解了啊，你们这些事情我都搞定。然后另外就是跟这些真的要选的地方诸侯保持一定的距离，也许有一些深蓝的议员需要他会去站台，但是我相信真正要选白里侯的，他会尽量保持距离。然后，而且这白里侯最后跑去找谁？跑去找柯文哲啦。所以郑丽文，与其正席会重要，郑柯会要不要再签几个协议？我觉得这个才是国民党那些县市长候选人最关心的事。OK。所以郑丽文，与其正席会重要，郑柯会要不要再签几个协议？我觉得这个才是国民党那些县市长候选人最关心的事。OK， 那敏凤接下来要讲话以前，两位的恩怨解决了没？OK 哈。我觉得要上课了，要上课，你要上课，私底下上课，你不要再讲那个，我刚给你看很多资讯哦，真的。OK， 那就好。来，敏凤，那你可以不在乎他们做什么，郑丽文不能不在乎。谢龙介怎么想？柯志恩怎么想？然后包括很多地方要选的人怎么想？2022年这一仗，国民党拿了14个县市，然后其中包括你说金门、苗栗无党籍，那也有人也算那是算偏蓝营，然后包括高虹安的新竹，绿营是拿5席。那你今年呢？今年郑丽文，我刚刚讲，他总要顾一下这些，尤其1对1选战。那要拿下百里侯的人，总要想想看，他如果要是国民党现在2022这些江山有个什么闪失，对郑丽文来讲，就算有了正席会，他党主席保得了吗？他只要有，他觉得他只要有正席会就好了。对啊，他可能个人觉得有正席会，然后就一切就是顺风顺水。其实，所以现在有人蓝营或是这个蓝营的侧翼要求他责任政治嘛？什么叫责任政治？就是2026败选就要下台。什么叫败选？对，败选的定义，我跟康仁俊每天都在吵。你们在讨论这个吗？对，都在吵这个。不然康仁俊说：“那你要怎样？”我说：“你调一个县市就是败选了。你不能够维持现在的这个县市的话，你当然就是输啦。
对不对？那你更惨，就是连你台中，你看台中本来是一个很好瞧的地方，你竟然可以瞧不定，而且你说我不要瞧，我不要管。然后新北他说他3月要管，然后所以说现在我们就看你台中到底会不会掉，会不会把这个好好的局就是玩坏了。然后最重要的是，它几个地方，比如说宜兰面对严重的蓝白不合的问题，然后呢彰化面对内讧的问题，嘉义市面对找不到人的问题，所以说这些还有高雄还有台南都是艰困选区。那我想你可以光我们想的话，你就嘉义市可能就会掉一席。那你这样的话，那你还在每天的这个什么政习会或习政会，然后每天的北京什么两岸怎么样，然后这些选区该管的都不管你能不能管，你总要装着你有去管嘛。然后嘉义市你到现在为止找不到一个人选，然后我们也没有听到任何报道说你去嘉义市找人了，你去找人去选嘉义市了。然后呢，也一样，新竹县2个人也是闹得不可开交。然后你连那个初选的方式都没办法统一，那你就交给李乾隆，是不是？那李乾隆偏偏就是一个不想要高调或怎样，而且他还是副主席，他也不好意思这样子很出风头。那你政治语文，大家从外面看起来，你就是每天在忙着国共论坛、政习会跟两岸的问题嘛。2026你根本没有看在眼里，随便你嘛。所以今天像那个庄其明，当然是本来是绿营的，后来又变蓝营的，他特意就明明写了，他的论点都跟我一样啊。我估计他有偷看我们那个跟仁俊的那个直播，应该有。对，我就讲了嘛，对，他也有看啊。我就说掉一席你就要下台，你就要负责任嘛。你现在依照你现在的情况来说的话，你根本没有权利用在所谓政党最重要的事情执政还有选举上面，而你每天搞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不是说什么两岸不重要，但是你的方向根本跟这次选举完全是走偏的。难道你不用负责吗？对不对？那尤其是南部也许大家就说啊，你们本来就不会赢，那我们就看选票，得票嘛。看你得票如果低于哪一届的话，你也走人嘛。所以说我觉得很多人都很希望郑丽文走人的，尤其他不要管2027年是最好的。OK， 如果真的讲的话，其实两岸之间关系，军宪委，2027一直被大家讨论。那这个数字，因为在年前的时候，老共又一波军方高层的清洗，张又侠啦，刘振立啦这些。那2027现在对我们来讲的话，到底威胁性是什么？第一个习近平去清洗张又侠，这个连西方国家都非常的震惊。因为张又侠跟习近平，哇，他们是几十年的交情。他们算是要连他爸爸开始。他们就所谓标准的红二代、红三代，所以习近平是把权力从共青团手里面抢过来。他们认为江山是我老爸因爬出来的，这江山是因的。所以他们红二代太子帮都有这样的一种思维，所以他们是很紧密的一个结合啦。然后他们不止交情深厚啊。张又侠其实他70岁就要退休了。习近平如果不喜欢他，你就退休就好。他要给他留任，留了5年，因为75岁啊。再把他拉下来，而且现在中央军委会这个枪杆子出政权嘛，共产党一定牢牢抓在手的。整个中央军委会剩下2个人，剩下主席习近平，还有一个中纪委书记，这个负责抓人的，村内都没啊，村内个俩了，就剩这2个人。那实际上指挥作战的是军事委员会下来要联合参谋本部，参谋长也抓起来了，刘振立。那副参谋长现在很久没有出现，不知道在哪里，所以就西方的评断，我看很多的评断就是说，第一个，这显示出习近平他有强烈的不安全感，这不安全感已经超出一切了，超出他个人的情感了，不管他跟张又侠是多么要好，他这个强烈的不安全感他也知道再把张又侠抓掉，他不是他一个人你清算他下面是他在军中那么久，要归官呢。那整个指挥链会断掉了，
所以他重建这个指挥链呢，要很长时间呐。所以也有人说，这个对两岸来讲是短多了，因为至少几年内这种军队怎么打仗？就好像把台湾的国防部长、参谋总长都抓起来，然后三军司令都不见了，你这个怎么打仗？所以这个就是有一个短期内这样的军队势必要再重整那是不是给台湾跟美国这边有更多一个准备的时间？但基本上这样的解放军战力也不会消失啦。也有人说，那你要看长期啊，就谁来顶替这些指挥连的职位？如果换上来的是一批更年轻，更激进，然后更对习近平唯命是从，更敢于冲撞就是整天想打仗，那反而对两岸未来长远是危险。没有，所以大家说解放军最大的敌人不是美国，也不是台湾，是习近平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最该做的就是说，除了密切当然就观察注意以外，就是执行我们的国家战略。第一个，我们要跟自由民主阵营站在一起。就是说我们现在不是台湾，不是个别一个嘛。我们的安全与否不是两岸台湾跟中国的问题而已，是整个太平洋整个自由民主阵营的。我们是跟日本、韩国、跟美国、跟澳洲、纽西兰绑在一起的。第二个，我们要提高我们的自我防卫能力，所以我们才不断的来强化我们的军事武器等等，甚至国军的训练。OK， 所以美国现在不止卖给我们武器他已经甚至协助台湾在做军队的组织的改革，还有训练。所以我们才不断的来强化我们的军事武器等等，甚至国军的训练。OK， 所以美国现在不止卖给我们武器他已经甚至协助台湾在做军队的组织的改革，还有训练。以前我们派到美国去训练的可能就个别的军官，后来就是以班为单位，排、连，现在是整个营、实兵营在美国训练的，也就是台美之间的军事合作更密切。所以我们真的很希望就国家安全来讲的话，其实民众党已经提出他的一个版本了，我不知道国民党会不会提出他的版本，但重点是我们应该要赶快来进入国防预算的审查，同时要让军方，我们要尊重军方了，要让军方他对于他是使用者嘛，他是提出需求的人嘛，要让军方的意见能够表达出来。因为你现在巨神，我们就完全看不到。OK， 因为民众党那个版本，你去 Google， 你去那个维基解密上面就有人那找个木鸟抄一抄，大概就是民众党的版本啦。但实际上军方的意见，他为什么要采买这些武器？为什么是这些数量？你才有机会让只有透过实质预算审查，才有机会让军方的需求呈现给大家来评断。OK。希望蓝白我用叶元之算是国民党内这个算不算理性派的那个？算了，没意思，相对理性派。希望叶元之赶快啦这个上课了，要上这个还要上课是吧？他不是理性，他是叶问派。回应一下。我刚刚讲了，我们也希望赶快审赖总统赶快来一下，因为1.25兆那么多钱，总统讲一下。我已经说了，赖清德提1.25兆军购条例的时候，已经说他愿意赴国会报告，但是必须在合宪的方式下。讲白一点不要再坚持即问即答，你统问统答，讲白一点，让他报告2次也是报告。OK， 但 Thank you。那大家会关心了，好了，如果大家都不希望两岸之间有任何一些冲突，可如果万一发生什么事的话，长期以来都会问一个问题啦，老美会不会来驰援？会不会登岛？会什么样的方式来协防？最近从年前开始一直有人在讨论，包括胡振东他所提出来的一些想法。为什么他的想法会被大家广泛讨论？好，胡振东过去是在美国，包含国安会、五角大厦，甚至现在叫战争部的相关单位是工作过的。那其中呢，因为他现在看他就是个慈祥的老伯伯，他刚好又是台湾出生的，所以很多人会觉得他就是一个不知道电视名嘴、媒体工作者。
那有一次我有机会跟他深谈哦，所以我就先对他的背景做一些功课。我发现他的这个所有的军种战斗单位里面最有趣的一个地方，他是洲际飞弹啊、洲际导弹发射基地的指挥官。指挥官呐、啊？对，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跑去问他说：“哎、这个 Tony 老师嘛，或 Tony 教官，Tony 哥，这个如果你指挥这一个。”然后你又管亚洲，那我冒昧请你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要打北京的话，那一颗是不是你要负责？他说打北京是2颗。哦，他真的这样回答吗？是认真回答的吗？真的这样回答。然后我就跟他讲说，那这电视可以讲吗？他说可以。于是我在我的节目访问他的时候，这一趴我们有重新再讲一次。哦，那他有说打北京是那2颗，那他是在什么状况之下，或那2颗需要在什么条件之下吗？我们通常不会讲的这么细哦。那2颗我跟大家报告是核弹，不是纸飞机，也不是竹蜻蜓。好，那我们下节目我们有兴趣再聊。好，我现在讲给大家听，因为大家现在还不太理。我跟大家报告啦，因为很多人会说啊，对于战争的担心或恐惧，那我常常在讲，恐惧来自于无知与未知。那么你要让自己有勇气，避免这种被恐惧恐吓的心情，那你就是需要具备什么？知识跟努力。什么是知识？就是如果真的打起来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国民党版本的，或者是说可能比较跟中共希望得到的战果版本的，你会听到他们一种说法：台湾怎么打得过中国？这个假设有一个前提，就是地球上只有台湾跟中国。你一对一啊，1对1就是可以把什么内蒙啦、东突厥什么奇奇怪怪的地方的军队全部都拉过来，跟泰国丢石头的、跟日本喷水枪的全部都叫来台湾。那我觉得台湾的确很难守啦，可是事实就不是这样子啊。他们之所以在泰国、在日本，就是因为他们有其他的战线要面对嘛。那国民党版本的，或者是说可能比较跟中共希望得到的战果版本的，你会听到他们一种说法：台湾怎么打得过中国？这个假设有一个前提，就是地球上只有台湾跟中国。你一对一啊，1对1就是可以把什么内蒙啦、东突厥什么奇奇怪怪的地方的军队全部都拉过来，跟泰国丢石头的、跟日本喷水枪的全部都叫来台湾。那我觉得台湾的确很难守啦，可是事实就不是这样子啊。他们之所以在泰国、在日本，就是因为他们有其他的战线要面对嘛。好，第二个问题是，那如果世界上不只有台湾跟中国的话，我们其他是不是可以交很多朋友？事实上是，我记得在过年前1月27号那一天，日本高市早苗在因应媒体回答的问答的时候，他就讲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具体再讲一下。如果这个美军受到攻击，或者是在台湾受到攻击。日本怎么办？他说如果美国受到攻击，我们不去救，很没有义气呢。如果在台湾的美国人我们不去救，那我们对台湾也说不过去啊。这应该是很委婉的外交辞令。那我想大家可以评估。那总之这一次的谈话，它多了一个讯息，就是日本有救在台湾的美国人的责任。那所以这你2件事情来结合嘛，因为一边是胡振东讲说美国不一定会登岛。但是它有所谓的台湾海峡的自由航行权。这几年不要说美国啦，加拿大、英国那些你有听过没听过？荷兰的都已经在那边进进出出了，就不只是美国。那他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就是突围了嘛。因为你要打台湾，我常讲围孤降哈，所以要常常看我的说法，都可以帮大家缓解这种紧张。所以第一个围孤降，台湾有没有朋友？有朋友，会不会被孤立？可能会。这基础设备包含电力、能源等等的，我们要做好准备。好，那当然，从我的角度看，在野党对于这样子的基础建设的杯葛，可能其实都是在减短我们对抗战争的时间，然后可能会缩短我们的备战期。然后呢，未来我们降低心防，我们投降的几率变高，这都是不好。不过我最后讲一个大家的想象，我讲一个画面给大家想象，就是如果真的打起来，我认为台湾人会比较像是遇到天灾人祸，花莲的产值超人也好，或者是这个过去在其他地方发生地震，我们有很多的志工义工，那泡面，然后防寒衣堆满整个体育馆，然后不同的团体会进去抢救，人溺己溺，人饥己饥的那个精神，我认为在台湾是比较可能发生那种状况的。而那种状况才是真正战争可能会出现的状况，不是老弱妇孺人手一把65K2，趴在台湾西方海岸线上，然后
点发什么200公尺全线预备，那个画面不会发生，而是在前线作战决战海空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抵御住第一波攻击，而且达到反击？所以我用胡振东的说法来做 ，Tony 教官的说法来做结论。他说啊，飞弹洗地是一种心理战，因为啊，中国会受限于发射架的数量，然后呢，我们其实是能够做到侦测并拦截，还可以进行源头打击。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常常在讲哦，哇，飞弹什么东风，什么4000几粒。东风不是大家过年你们点啊这样边听电视那个东风是飞弹哈，也不是电视台，好几千颗啊，然后他们都想象好像1万颗啊，然后会像乌云密布一样，然后从我们的西方天空过来，像拍电影一样，地上充满阴影，那不会发生。要做到这种程度，要几千万颗飞弹才做得到，做不到。所以你了解到这一些，其实都是中国的文攻武吓的情况之下。你很自然的就会觉得，我们应该要加强的是台湾的心防，而不是加强我们台湾未来比较快速的投降。那所以国防重要，与美合作重要，台日关系重要，地缘政治重要，军购重要，关税重要，立法院很重要。OK， 对于所有的国人来讲的话，当然两岸之间的关系到底会怎么样，不只是牵动到我们自己国内，那大家所有的政治氛围吧，跟全球之间一定也有一些联动的互动性，未来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